经文，那是将世尊的教导写成文字的书。最初是以印度语写成的，因为世尊的教导自印度传到中国，所以被译成中国语。我们现在所听的经文，大部分是由中国传到日本的，因此全是汉文，我们不易了解。可是如果能了解其意义，事实上内容却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因为里面写的是我们实有同感、永远不变的真理。同时，经文不是为死人，而是为活着的我们而写的。那么，现在就从数不清的经文中，选出我们经常耳闻的《佛说阿弥陀经》来介绍给大家。佛典故事，极乐净土，佛说阿弥陀经。距今约2500年前，印度山路的某个洞窟中，世尊曾经告诉我过这样一个故事。在众人面前诵出的是世尊弟子之一的阿难，他是听过世尊所有教诲正确无误地流传给我们的人。有一次，世尊在居萨罗国的首都舍卫城的祇园精舍里，跟1250名弟子在一块儿，每个都是德高望重的人，以长老的舍利佛为首，目连、大迦叶等人，另外还有文殊菩萨等许多菩萨都在。我记得世尊是这么告诉长老舍利佛：舍利佛啊，这个《阿弥陀经》是经文中很少见的，经文中没有人向世尊发问。被称为智慧第一的弟子舍利佛也只有倾听的份。向西越过10万亿诸佛国度的地方，有个世界叫做极乐净土，那里有个名叫阿弥陀的佛，现在正在说法。世尊最先说极乐净土在西方，为何在西方呢？因为西方是太阳沉没、月亮沉没、一切万物回归的地方，表示我们最后回归的地方还是西方这个方位最适合。世尊接着说，极乐净土是在越过10万亿诸佛国度的地方。10万亿是无限的意思，所以不是实际的距离，我们可以看作是到理想的真实世界的一个表现。这个真实世界就是极乐净土。世尊说，那里有位叫做阿弥陀无比尊贵的佛，而且说阿弥陀佛现在正在说法。现在不只是世尊那个时代，也是2500年后我们的这个时代，那是永远的现在。舍利佛啊，那个国度之所以被称为极乐净土，是因为那里的人没有任何痛苦，只有各种快乐。世尊说，人世充满了许多的痛苦，我们出生、长大、生病、老死，想要的不一定都可以得得到，必须要和心爱的人离别，也必须面对讨厌的人，也就是说，只要活着就无法如愿的痛苦世界。另一方面，阿弥陀佛的世界不只没有那些痛苦，而且还有无上的快乐。
所以那个世界被称为极乐净土。那么，那个极乐净土到底是怎样的世界呢？舍利弗啊，极乐净土有7重的蓝洵，有7重诸事，还有7重行树，而这些都是由金银琉璃跟水晶4种宝物装饰，遍及整个国度，相互辉映。舍利弗啊，极乐净土也有7宝池，供奉8大功德，且甘甜清美的水，水流不断，池底铺着细金沙。印度是炎热干燥的国家，对人们而言，阴凉的树和冰凉清净的水是非常珍贵的宝物。所以，世尊要形容净土的魅力，就先提起树与水的美，以表示净土之好。世尊说了7重蓝洵、7重诸事以及7重行树。池的4周有金银琉璃，以及用玻璃组成的台阶。爬上那里，就有耀眼的阁楼，阁楼也是由金银琉璃、玻璃、水晶、珊瑚还有玛瑙等美丽的物品装饰着。池中有莲花绽开，像车轮一样大，兰花、黄花、红花、白花，每朵花都独自放出美丽的光芒，也放出清高优雅的香味。阿弥陀佛的净土不像我们的世界，因阳光而反映色彩，而是原本就放出光彩的。舍利弗啊，极乐净土原来充满这么多美丽而且纯净的东西。舍利弗啊，在阿弥陀佛的国度里，悠扬的音乐缭绕不断，金黄色的大地每天不分昼夜，天上的曼陀罗花飘落如下雨一般。那个国度的住民在清凉的早晨到来后，就以衣屑盛取美丽的花，为了献花给其他国度的诸佛而出去。献花完后，就回到极乐净土吃午餐。踏在黄金的土地上，在附近沉静地行走。舍利弗啊，极乐净土是这么美丽，是阿弥陀佛的心愿所造成的世界。还有舍利弗啊，那个国度拥有许多花斑绚烂的珍稀鸟儿，非常美丽，有白鹤、孔雀、鹦鹉、舍利、迦陵频伽、共命之鸟。这些鸟儿不断唱出高雅宜人的声音，那声音传达出到达正确悟道境地之道。住在净土的人听到这个，大家通通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。佛法僧，佛是佛陀，得道引导众生的人；法是佛的教导，僧是接受教导、追求悟道的僧。这称作三宝，对佛教徒而言是3个极为重要的宝物。然而舍利弗啊，在此有一件事要注意，你不可认为那些鸟是因为前世犯错而转入畜生道的，因为极乐净土没有因罪而显现的地狱、恶鬼、畜生等等3恶道。极乐净土是一切平等的国度。3恶道是可怕的迷惑世界。首先是地狱，
这里是因愤、怒、恨而死的人，为了偿罪而在这里接受身心极度的痛苦。第二个恶鬼界是贪欲不施舍者，接受饥渴痛苦的世界。最后的畜生界是忘恩负义、寡廉鲜耻者的世界。极乐净土连畜生这个名词都没有，自然也就没有畜生的存在。所以说，在净土飞翔的这些鸟儿，都是阿弥陀佛为了弘法，将心愿化成各种颜色形状的东西。因是畜生的鸟儿，为何会在极乐净土呢？这可能是世尊预料当时的人可能有此疑问所讲的吧。从以上的话可以察觉到，世尊的这个想法不只是鸟儿，极乐净土全体就是阿弥陀佛的愿所显现的世界。舍利弗啊，极乐净土全境有清爽的微风吹拂，吹过宝树大道和诸室，奏出美丽的音乐。那个声音宛如百千种的音乐同时奏出，听到的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在心底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修养心性。舍利弗啊，原来极乐净土是这么样的祥和无限的世界啊！到此为止，世尊一直解说美丽光明的极乐净土，将我们必须追求的真实世界以最浅显易懂的说法来开导。还有舍利弗啊，你觉得怎样？那个伟大的佛为什么要称为阿弥陀佛呢？舍利弗啊，那个佛的光明无限，照明了十方国度，并且无所不在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住它，所以才称作阿弥陀，也就是无量的光明佛的意思。世尊终于在这里谈到阿弥陀佛本身了。阿弥陀佛是光明的佛，他的光明没有尽头，他的光明照射到每个世界的角落。净土祖师说，智慧的光明无尽头，法身的光轮也没有尽头，照亮世间众生。受到这个智慧的光明照耀，让我们首次的知道了真正的自我。还有舍利弗啊，佛的寿命和那个国度众生的寿命一样无限，跨越无法计算的长久时间，所以才被称为是阿弥陀。舍利弗啊，阿弥陀佛从他成佛到今天，已经经过了非常久的一段时间了。